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对韩美取消导弹发展限制提出异议？美国拉拢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的行动呢，又有了新动作。5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白宫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终止42年前签订的韩美导弹发展限制协议。正是这个协议将韩国发展导弹的射程限制在800公里以内。媒体报道啊，现在终止这个协议，韩国将能够发展出打击到中国大陆纵深地区的导弹，这将对中国构成威胁。那这一次韩国寻求的美国允许的韩研导弹射程突破800公里，是不是针对中国呢？5月24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问到这个事儿。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是这么回复的啊，说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共同努力，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的进程。美韩关系的发展应该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不应该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的无核化，通过对话呢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将一如既往的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仔细的品味赵立坚的发言，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确实对这个限制协议的取消不那么看重，原因主要在2个方面。首先，这个协议的具体条款呢早就被放松了，早就被突破了。1979年，当时韩国政府希望开发弹道导弹作为打击朝鲜纵深目标的手段，但是韩国呢缺乏开发这些导弹的技术，美国同意向其转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希望增加一些限制，阻止朝鲜半岛不可控制的军备竞赛。于是美国就限制韩国导弹的射程不能超过111英里，约合180公里，有效载荷呢为1100磅，大概是500公斤。在之后的20年里面呢，朝鲜的导弹技术的发展是超越了韩国的。于是在2001年，美国将韩国导弹的射程的上限扩大到300公里。2012年，美国进一步将其上限扩大到800公里，这足以让导弹从韩国北部发射到朝鲜境内的任何地点。2017年呢，美国和韩国政府同意取消弹头的重量的限制，也取消了禁止韩国火箭使用固体燃料的禁令。目前呢，韩国最先进的陆基对地攻击导弹主要有2种，一种是射程1500公里的玄武 3C 型号导弹，和射程为800公里的玄武4弹道导弹，实际上早就突破了射程的限制。其次从最近几十年的中韩关系发展来看，韩国并没有在国家安全领域明显的挑衅中国，中韩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扩大。韩国的政界和民间目前把朝鲜呢视为它的主要威胁，日本其次。韩国开发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导弹，除了朝鲜之外，更担心的恐怕是日本。近几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提高，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中国的军事优势会越来越大。韩国政界和民间的主流观点一直都很清晰，在国家安全领域挑衅中国是没有好下场的。因此，中国没有必要理会美韩之间的这场表演，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中国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拉拢盟友围攻中国的行动还有哪些新花样。有句话很有道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计谋都是投机挖狗。中国40年来的埋头苦干加高速发展，铸就了今天的实力和地位。想同中国作对，美国都快顶不住了，更别说什么日本、韩国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